谢谢各位，谢谢各位。6月15号，台湾网红馆长陈之汉结束了大陆6天5夜的直播之旅，回到了台湾。在桃园国际机场，他受到了支持者的热烈欢迎。陈之汉动情地讲跟台湾一模一样。我觉得两岸都是同胞，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是人。我这次去感觉，大陆最美丽的风景也是人。而且他同时也表示要跟民进党干到底。我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先阻止这该死的大罢免。大家说对不对？对，民进党就是个骗子，台湾他说了算了。台湾是台湾人的，不是民进党的。要我说陈之汉的这次大陆的直播之旅跟1年半之前我去台湾转播台湾的总统大选这个可以相提并论，都是两岸民间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我当时呢是作为大陆的一个媒体人去近距离观察台湾的总统大选，这个在过去呢应该说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而陈之汉呢，作为台湾的一个自媒体人到大陆去直播，这个在过去呢应该说也是头一遭。只不过我当时呢是以喜剧开始而悲剧结尾最后被民进党政府开闸5年之内不许去台湾。而陈之汉呢这次回到台湾之后他的前途呢到底是喜剧和悲剧呢，还有待观察。我在大陆其实小了，因为大陆14亿人口，我们在台湾2300万人来说，我的确在台湾的流量是1等1的。那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一定会削弱我的气势，可能会栽赃嫁祸一些罪名到我身上，我都想象得到。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陈之汉的这次大陆之行还是非常值得说道。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馆长陈之汉的大陆之行的故事举起你们的双手，举起你们的双手。馆长陈之汉，商人是有祖国的，艺人也是有祖国的，网红也是可以有祖国的。这陈之汉出生在台湾的台北他的父亲呢是宜兰人，是做那个美中贸易的，也比较有钱他是他父亲的侧室所生的孩子但是他很小的时候，他父亲呢就去世了。他父亲去世之后，你可以想象一下那种大家族中间他母亲呢在家族中间又没有什么地位，所以呢他的生活非常拮据。他母亲呢当时拉扯他长大，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据说他15岁的时候就开始半工半读，就一方面在读初中读高中，另外一方面呢就出去干活去了。高中毕业之后呢，他就在台湾服了兵役，就参加了军队在台湾的海军陆战队服役在陆战队服役的过程中间呢，他最后好像还升到了是下士班长底下管了7、8个人呢，当了班长一共服役了3年半的时间，最后呢他就退役了。退役之后呢，什么活都干过，当过搬运工，当过这个好像送货员，然后呢一直在社会底层挣扎。这中间一段他加入到了那黑社会竹联帮，在竹联帮里头他混得风生水起据说他鼎盛时期底下有100来个小弟听他指挥但是竹联帮这个组织虽然说是黑社会但收入不是很高。据说他当时还为了养活他自己，也包括他的小弟还搞什么以债养债具体怎么弄的我也不是特别清楚这期间呢，他就开始练散打，因为他你看他长得非常壮硕胳膊上画的都是纹身他这个练散打搏击最后得过什么新竹市的散打冠军。2014年的时候，他就筹措了1000多万台币开了一家健身馆，这家健身馆的名字叫成吉思汗健身馆那就是通过健身馆来赚钱嘛。他一方面做健身馆呢，另外一方面在台湾呢，他就开启了 YouTube。一类呢，主要是每天直播，直播的内容一开始是直播他自己练健身帮别人做菜另外一个方面呢，说白了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见证。共军绕台，骂总统；外国断交骂总统中国他妈欺负我们，说不放日客自由行你们骂谁？骂总统，干你娘嘞！你脑袋有问题他的整个这节目几乎也没什么剪辑所以呢，在台湾呢，很受年轻人欢迎。我给你跪了，我求解放军赶快打过来，老子准备喂你们吃子弹、吃飞弹。我海军陆战队退的，我保证掐一甲子让他抽爆你赶快打过来，真的啦。他的政治立场呢，原先呢他比较偏重这个民进党，
早年嘛，所以他过去他讲过，他是一个彻头彻底的台独分子啊，他自己毫不掩饰啊，就这种话啊。而且他还骂过习近平啊，骂得非常难听啊，那话我都不好意思重复啊，还骂习近平的太太呀，知道吧？非常非常难听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在网上找一下，我就不重复了啊。台湾人呐，今天是不干习近平的老婆，要么马上就可以干了。我都知道他老婆在干嘛嘛，他妈的，老子要你拍他的屁股就拍他的屁股。但是呢，在2018年，韩国瑜那当时不是国民党嘛，打败了民进党的候选人陈其迈，这个过程中间呢。馆长陈之汉是支持韩国瑜的，民党都是垃圾，这样你懂了吗？我们现在只是从里面挑一个比较不烂的。但是韩国瑜啊，当上了这个高雄市市长之后啊，不到1年，他就接受国民党的征召去选总统，这件事惹恼了高雄市的市民。你不信，你等着看呐。选总统当然是没话讲嘛，当然是不可能投给韩国瑜啦。哦，我一定全力反你哦，你再看着好了。投给郭台铭啦、柯文哲啦、蔡英文啦，投给王金平也没关系啦，就是没有韩国瑜了。我字典里面就是没有韩国瑜这3个字。这个时候他跟国民党的关系又不好了啊。这个时候呢，民进党跟他的关系又比较好了。比如说那个时候啊，就是蔡英文呢拉他一起做节目啊，也骂国民党啊，他这个欣然接受啊。所以韩国瑜那年选总统的时候啊，他是支持民进党的。但是2020年的时候，他好像是跟什么黑道啊关系搞得不太好，被人枪击了一下，就打在他的腿上啊，受伤了。啊，对网红啊，怎样？有本事你叫总统去看你啊！啊，人家为什么来看我啊？4个字啊，干你屁事！总统来就是先关心他管的伤嘛，然后再来请总统一定要帮我们抓到凶手嘛。但是好像这个事情最后也不了了之了，他就觉得民进党做的不太地道。他说当年总统大选的时候，很多人都拉他去同框，一起去造势，但是过后之后呢，就不理他了，弃之如敝履啊，他觉得心寒。这之后呢，他的政治立场啊，就开始啊跟柯文哲啊走得比较近了。有没有承认台湾就是独立的国家、独立的个体？我们是不是国家？当然是，只是不正常嘛。因为国际上只有2%的人承认我们嘛，所以在最近的一次台湾大选的过程中，他是坚定的支持柯文哲的。所以你看他的政治立场啊，他始终是比较游移的，变来变去的啊。那么柯文哲这次总统大选之后不是落败了吗？落败了之后，大家都知道柯文哲就被这个民进党当局啊说他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就给抓起来了啊，说是这个有个大楼当时在盖的过程中间说他是图利，然后说他可能受贿，然后呢就是罪名很多，现在还在关在台湾的看守所里头啊。你为什么这个人你不能让他交保？司法应该公正，这是这国家最重要的基石。如果我们的法律都可以因人而异，差异如此之大，那你认为我们的国家跟中共到底有何分别？现在柯文哲面对到的不就是这样的东西吗？再加上最近一段时期啊，民进党不是搞大罢免嘛，对国民党所有31个区域立委发起大罢免。这陈之汉也认为民进党这么搞啊也是不对的，说实在的，这有点赶尽杀绝的意味，而且呢对在野党进行罢免，这其实本身也不符合政治伦理啊。那他跟民进党的关系不好了之后呢，那就经常在网上跟民进党进行吵。那么呢，民进党过去都是宣传大陆，说这不好那不好呢。这陈之汉过去是没来过大陆的，所以他呢就有一个应激反应。反正就是我去那边就是开直播开着这样，开他妈一整天，由此来证明：第一个，没有人给我钱；第二个，没有官员会把我押走；第三个，全程透明公开，和平大使拍旅游节目一样嘛。他一开始也有点担心呢，因为他过去不是骂习近平夫妇吗？很多人都专门给他剪出来，包括他台独的，说你看这种人到大陆肯定被抓起来啊。不然下次我们一起去啊，好不好？你去胡言乱语啊，我去当你的观众，在下面拍手，不怕。你去那边就喊，单鸡巴乱喊，好不好？消息传到了大陆的国台办，大陆国台办的新闻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知道陈之汉。关于你提到的网红馆长来大陆开直播的事，我们欢迎包括台湾网红在内的广大台湾同胞来大陆走走看看。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下，他最后呢申请到了台胞证。但是这个呢，台湾有其他人就认为这陈之汉去大陆肯定被大陆统战。巴囧当时就放出一段录音啊，馆长在跟你们做贵经电商，在义乌啊，就播了一场，播了一场，赚了钱。我3天前才说我要去，而且
我要去的时候，我台胞证才刚交代，还没去办。他怎么去义乌啊？是吧？所以你可以看到，陈之汉要到大陆来做直播这件事情，在台湾的政坛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这种风波，很多人都关注他去大陆会产生什么效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上个星期六，陈之汉呢就坐飞机从桃园机场来到了上海。让我们台湾朋友看看机场到底有多大。说新疆怎么样嘛，很多那种不实的传言，我也想要去论证。眼见的所有的基础建设，这些看板、流行元素、人文，我到现在看起来没什么大的缺点。走，都已经上车了。好，我们现在要去坐磁浮列车。我们有游览车哦，但是放给他载行李，自己走去饭店。我要坐磁浮。而这些人，你讲再多，拿事实压在他脸前，他还是认为是假的。他只信民进党这个教派嘛。用你的眼睛去看一下，而且有门呢，你有没有看到有门呢？天哪！因为我怕他说我造假，说什么我是统战看板啊，什么我身边很多官员呐，哪有官员？靠！我刚刚被赶走哦，根据我的了解，中国根本不禁止翻墙。长期以来，台湾网络都在说他们是要翻墙禁止，他们只是要多付一个叫 VPN 的费用。要我说，陈之汉肯定是不太了解啊。这道墙翻不得，切莫以身试法。未经允许使用 VPN 翻墙，在国内都是违法的。这大陆肯定是不允许一般人翻墙的。VPN 这只是一个灰色地带，你偷偷摸摸的看，警察没发现，你算是没事儿。但警察一旦发现，或者是你在外网上随随便便讲话，那肯定收拾你没商量啊。这一点他其实肯定是不太了解中国大陆的这种情况啊。我想吃他们的那个什么，就是一堆串串，然后插在火锅里面那个叫什么，我忘记了。台湾没有的东西，就串串。对对对，台湾没有的东西，我们先吃。馆长有感觉到这种斜斜的吗？有，我觉得它有点斜。看一下这个中国人是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啊？你改天来台湾，我就带你去看贫民窟。带你去看最糟糕的地方，带你去看个5天，然后你就可以滚回去了。干你娘嘞！什么样他妈都有人家妈的都有废话要讲，操你妈！你们这些人我他妈看你现在怎么扯，我安排好的，你慢慢扯。当天他的直播在线人数中天的我看那个直播的就3万人，他自己的那个账号就已经有20几万，有30万了。这个数字应该说是非常非常高的那跟贾抗哥到大陆直播采访差不多呀。那比我当时去台湾直播那个在线人数多了，那客观来讲确实如此好，来48一份，差不多啊。看我还真没吃过这东西。这是什么？是霸王茶鸡，5杯就是30。完了，开始要白吃白喝了。哇，兄弟，谢谢你啊！这么不要再买了，新疆的，哇，连玉米都那么孜然呐。还有榨菜3件套，欲罢不能。好吃，最好吃。一定要吃红口最强的小笼拌寿菜。好，大只大刀塔绿班。你看看他们这样子，算是水深火热吗？2015，这好久太有爱了。好，上个月的限定版，兄弟谢谢。哇，茅台都来了，太猛了。这真的是天花板级别。完了！哎，又，哇，又 again， 是，东西那么多，然后我很讨厌浪费啊，我跟你讲。请城隍老爷能帮我们救出柯文哲哎呀，城隍老爷拜托了。救柯文哲，拜托。在这个过程中间，我觉得就整个上海的这些网民呢，面对陈之汉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善意确实是让人能够感觉出来了。有一个细节我自己感受颇深就那中天的小姐姐是吧？有一天用手拄着那个麦克风，给人感觉很累有一个网友看到之后，立马闪送了一个麦克风的架。让他架在麦克风上了，
好体贴呀，确确实实啊，给人感觉大陆网友啊，在面对来自于台湾客人这方面呢，还是非常非常的这种友好的啊，而且就是这种细节的关心呢，也非常容易打动人，这是一方面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在这个过程中间肯定也遇到了一些看似不和谐的那个过程啊。是先生你好，你好，请问你是哪国人？哎，有没有？所以说不止台湾，在我们大陆也是有这种要逼你表态。请问你哪一国人？你赶快讲啊！这个我很习惯。说白了，那些人就问你，你想说你是中国人吗？还是说你是台湾人呢？因为你过去的立场不就是台独吗？哪边人？我是台湾。那什么国家叫做中华民国？对，有没有看过护照？没有看过，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是目前我们国家的护照，就长这个样子。但这话他当时在那个人问他的时候，他没敢讲。在车里面都是他是面对台湾的那个直播的时候，他说他是中华民国人。说中华民国肯定是没问题啊，因为你中华民国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嘛，一中各表啊。按照大陆的这个所谓的台湾问题的口径来讲，这属于9·2共识。但是他没敢面对这个人直接这么讲。后来他去杭州那一天，那遇到更激烈的了。干嘛了？可以。干嘛？我起来这里。上车。我起来这里。干嘛？大哥，你不要故意找事情好不好？台独狗！台独狗！确实是太极端了啊！这个我觉得，不管人家是不是台独，你都不应该用这种态度直接去冲撞，这就属于犯法了，对吧？当然，这中间还有一些啊，就是带有很明显说教色彩的。陈先生你好，是你好，能不能跟你喝一杯酒？好，一杯吗？那我们民主党派可以提出色情民意，或者是调研，然后就是向他们建议，然后让他们修改一下，比如说啊，你这里做的不对，然后就是你去会改吗？会改啊。会改，我们可能大陆他已经找到了一个适合自己发展的一条道路，这个图纸还没出来，我们已经造好了。对，的确，政策，比如说下面贯彻下去，哎，发现上面好像没做好，没做到位的时候，那我只能用一句话：上面的政策是好的，下面的一些和尚把经验忘了，那这个东西就保守了，你说是吧？我们在自己的领土上可能，在开，应该是合乎常理的，也合乎联合国宪法、联合国规章制度。解放军这么多年有对台湾打过一颗子弹吗？没有吧？有对一个人民造成任何一点伤害吗？没有。那么台湾照样就是舞照跳，马照跑，经济照样在发展，对吧？我们艾克法该给你们的还是一直在给你们。先吃饭吧，帅哥。我已经稍微吃过一点。还有一天，那不是那个他有个网红王瑶吗？他自己的好像介绍的同事去陪这个陈之汉。怎么说呢？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一幕啊。是，你说。是大陆的各种真实民意的一种表达。是。在大陆，我先讲完，以前到时候你完整的，就是在大陆，我们每个人对于台独都是反对的，但是我们对台独的定义有不同的标准。是。他们的区别只是表达方式和对于台独的定义有区别。当然了啊。就是这种所谓的说教的这一派啊，其实也是中国大陆那种所谓的这个民间生态的一部分。就是有些人嘛，他明明不是这个体制内的人，但是呢，给人感觉啊，他无比的体制内啊。我们形容这种人，不是叫做什么？这是吃着地沟油的这个饭，操着中南海的心吗？你好。有缘千里来相会啊！你好。哎，跟你宝岛有你。两岸有幸，谢谢。中国大陆有很多人就是这样，他自己的生活不咋地，但是天天操心呢，都是操心的国家大事啊，给人感觉自己无比具有国家的这种责任感。有这种人，这也是啊中国大陆啊民间政治生态的一部分呐，五花八门、形形色色都经历了，倒也蛮有意思的啊。那么陈之汉呢，应该说就是这几天的大陆之行啊。我个人觉得对他造成的视觉冲击还是非常大的，所以他自己也有感受啊。大陆跟台湾要打仗，美国不介入的话，像乌克兰这样，就是他只提供武器，不提供兵力，他也不帮你打的话，分秒结束。
因为他可能看到了大陆啊方方面面的样子，他自己感觉到台湾跟大陆啊在综合国力方面的差异。不好意思啊，我知道台湾新闻媒体又要洗，但事实上是中国大陆现在的军事实力为什么提升的那么高，我们可以理解。我觉得中国人不喜欢战争，这些人在天之灵看到中国现在发展成这样，他们也会很欣慰。所以说是发展军事力量是为了不打仗。是，虽然我们两岸有很多隔阂啦，他没有掩盖掉这个历史，所以我觉得台湾人真的有很多误解的地方啊。你看人家还称这个叫国军，把历史的真相还是留到现在给大家看看。在陈水扁执政的时候，我们两岸很紧张，全副武装24小时，连续2个月。所有弹药全部都领出来，所有的枪全部都救回，全部上膛。然后每一个人都要把家书，也是命令我们全部都要写，然后全部都放在自己的左边口袋，随时准备为国牺牲。所以那时候我们排长说，我们连长说，如果不会写的，哦，请干部帮你写。所以真的，一模模一样样。国军，我穿过军服嘛，那国旗我们看到了嘛，刚刚看到了吗？自己人，不要打自己。我知道民进党会有意见，但是。同根同源的，自己人不打自己。这些话应该说啊，在岛内啊，肯定有人会把它当成统战呢。在上个星期六的晚上，他在结束了整个这次这个行程那天晚上，他跟中天那个记者在酒店里有了一番谈话。我知道我以前对你们讲过什么话，我知道，2018、2019，我力挺民进党，然后。跟疯子一样去信他们，也得罪了，也伤了很多大陆朋友的心，这我了解。我本来想说，我一辈子都不会踏进这块土地，对。但是我来了，我也看完了，我回去台湾是肯定会出事，是肯定会出事因为大家磨刀霍霍等着宰我。我也不知道我这样做到底起多大的效果，可以说服多少人。但至少在我的有限的生命里面，我有勇气做这件事情。两岸可以争执，两岸可以吵架，甚至像刚刚那种，嘿嘿狗的就在那边，我都接受。兄弟打架，兄弟互骂，还是兄弟，还是兄弟。那么怎么看啊？陈之汉就整个这个大陆之行啊，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啊。首先啊，我觉得啊，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台湾的网红，他能够到大陆去旅行啊，它有助于台湾和大陆之间的这种信息沟通和交流。大家还记得我去台湾的时候啊，我回来做过一期节目，我说台湾有一种孤岛意识。这个孤岛意识啊，第一就是他对外面的信息不太了解，第二对外面的信息不太感兴趣，他只关心台湾岛内自己的事情啊。那么这种孤岛意识啊，对于台湾来说是非常危险的。那么你其实对大陆不了解，你就有可能对大陆产生误判。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台湾自己公布的数据，在过去16年的时间里啊，台湾人到大陆旅游啊，就是到大陆，不管是什么原因去大陆的人呢，不同的年龄阶段有不同的数字，其中50到59岁这个年龄阶段是最多的，过去16年大概有900多万，紧随其后是40到49岁这个年龄组的，也是900多万。那么年轻人就是20到29岁这个年龄组的，过去16年一共到大陆啊的人加起来只有230多万，平均一年也只有10几万人嘛，到大陆嘛。所以台湾现在的年轻人呢，对大陆确确实实是不了解，而不愿意去大陆的原因，影响第一位的就是政治原因，讨厌大陆的政治制度，于是就进而排斥大陆的一切内容，所以不愿意去大陆。那么由此所带来的对大陆的不了解，在台湾今天的社会中间，确实构建了一种信息墙。那么陈之汉到大陆啊去旅游，那么每天采用直播的方式，从某种角度来讲是打破了这种信息屏障。不管怎么样，就我说的，台湾和大陆啊，将来不管是统一也好啊，独立也好啊，双方的沟通交流啊，都应该是一个共识。
就算独立了，就算维持现状，两岸之间的民间交流，在我看来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过去在台湾采访的时候，我也讲过，实际上两岸之间如果是避免兵离战火，来自于民间的善意啊是非常重要的。而这种民间的善意又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双方的沟通和交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陈之汉在大陆啊去直播的过程中，有一天汪小菲请他吃饭，在上海啊，汪小菲他自己的餐馆里头，直播的过程中间讲了一下他对陈之汉的评价，我觉得那几点说得非常好。我觉得第一呢，很有勇气啊，是一定要有勇气。不是这个勇气，我觉得是什么？就对自我的一种认知的这种勇气的改变，因为很多人很难去转变自我的意识，你知道吧？樱桃就是红的，你以前认识这樱桃是蓝的，你觉得有点红的，你非说它是蓝的，它就是蓝的，对吧？其实樱桃是红的，你通过自己的认知，你可以认识到这樱桃就是红的。我说这个是一种勇气啊。有一个人的认知啊，因为你遇到的事实被改变，这个确实不太容易。但是在两岸交流过程中间，这又非常重要，因为两岸之间都需要克服自己对对岸的刻板印象。大陆对台湾有，台湾对大陆也有。比如说台湾很多人就认为大陆一直是那种贫穷落后的，所谓的茶叶蛋的梗，所谓榨菜的梗，不就是如此吗？所谓的高铁没有靠背的梗，不就是因为这种刻板印象吗？而陈之汉到大陆进行旅行，他不但改变了自己的认知，他也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改变部分台湾人对大陆的刻板印象，这一点也蛮重要的。在我看来啊，第三个方面，当然了，我们都知道上海和杭州都是中国最发达的地方，它肯定不代表中国的全部。所以有些人说了，你陈之汉你怎么不去贵州大山呢？所以你去冲绳玩就专门去哪里？去捡破烂，不去他们热闹的地方。你去日本不去大阪，你都去他妈最可怕的地方玩，是不是？贫民窟玩是不是？废你妈的话，操你妈的！而且呢，客观的来讲，就算上海和杭州不代表中国的全部，但它也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讲啊，光是上海和杭州给陈之汉带来的印象，肯定不能代表整个中国的一部分。就像他下了飞机就说中国人翻墙其实是自由的，这个肯定是不对的。短暂的6天5夜不可能给他带来一个完全真实的中国。而且他到台湾，他从台湾到大陆，他去做直播，虽然官方没有直接跟他沟通啊，跟他直接接触啊，但实际上大陆的这些国台办的官员肯定是密切关注陈之汉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啊，肯定也给他暗中提供了一些便利，这是毫无疑问的啊。统战嘛，这统战的过程中间，双方互相都统战嘛。那么甚至他实际上也有一些特权，你就比如说陈之汉骂习近平啊，骂习近平夫妇啊，那个话，他作为一个台湾人，他骂习近平夫妇，然后还到大陆没有给他抓起来，但是大陆人你有这个特权吗？你肯定没有啊。你像我，有人说了，王局你就是羡慕嫉妒恨人家陈之汉，为什么呢？人家陈之汉骂习近平都可以到大陆，还受到礼遇，你回去你试试。我也知道啊，我回大陆之后，那肯定一下海关就抓起来了，那肯定就是看守所，然后法院最后判刑关到监狱了。为什么？我是大陆人呢，大陆人你骂习近平你试试啊。我自己做过节目啊，大陆人因为骂习近平被抓起来判刑的例子，那在大陆数不胜数啊。但是作为一个台湾人，骂完习近平骂得还那么难听，你看不但没有抓起来，不但没有列入到这个通缉名单，相反呢，在大陆还受到了一系列的礼遇。为什么？那就是因为他是台湾人嘛。台湾人，尤其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台湾人，他有统战价值，他可以影响台湾那些绿营的那些人呢，影响台湾的年轻人呢。所以你可以看，我觉得大陆的这些国台办的官员也好，或者说大陆搞统战的这批人也好啊，他的这个政策弹性确实还是蛮高的。他对台湾人的采用的这种特权呢，让你台湾人能够看到大陆给人感觉非常开放开明啊。所以有人就讲了，王局你也不要不平衡，你是叛将，人家是降将，这两者能有区别吗？叛将抓起来就要枪毙啊，
那降将呢？那可能还是高官厚禄呢，政协委员呢？你不信？赖清德，你看天天喊我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赖清德要是将来有一天要是武统的时候，他要是宣布起义，那肯定也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呀。那你其他人，你中国大陆的人，你要是敢喊我是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你试试，你能当全国政协副主席吗？你当不了，绝对抓起来判刑。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大陆政府啊，对这个不同的人的同样的言论，它实际上标准是不一样的。这一点我还是提醒陈世汉，还是认真看清楚啊。第4点，也是最后一点，台湾民进党都说陈世汉去大陆就是被大陆统战了。那么呢，我怎么看统战这件事情？你说大陆有没有统战的意味？肯定是有啊。但在我看来，大陆和台湾呢，就是应该互相统战。这统战总比热战好啊，总比冷战好啊，总比双方互相扔导弹好啊。统战无非就是我宣传我的好，你宣传你的好，我用我的这个实力来赢得对方的信任，你用你的实力来赢得对方对你的钦佩啊。现在台湾为什么害怕大陆统战？我觉得也有一种心态的变化。什么心态的变化？就是他感觉在统战这个层面上，他打不过大陆啊。为什么打不过大陆呢？这其实背后有2个因素，第一就是经济实力，第二就是制度自信。经济实力上来讲，大陆这些年的确是增长比较迅猛啊。贫穷落后的地方我们不讲了，但至少像珠三角、像长三角，的确涌现了一大批比较富裕的城市，涌现出一大批比较富裕的阶层。而这些富裕的地区啊，面对台湾，已经没有早期的那种自卑感了，甚至有很多人面对台湾人，还有一些好像的这种优越感，觉得台湾还比较穷。去过台北，觉得台北的市容市貌远远不如上海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在经济发展这方面，大陆跟台湾比较起来啊，它应该说没有过去的那种自卑感了。那你不像30年前，那大陆人到台湾，那觉得台湾太发达了，大陆太穷了，对吧？这第一点。第二就是制度层面，台湾赖以为荣的制度、民主制度，现在由于现在台湾的政党恶斗啊，你比如说大罢免，把柯文哲抓起来，很多台湾人也不满，很多大陆人看台湾的这种政治制度的，很多人对台湾现在的政党恶斗也是充满了失望。正是因为这2个背景啊，所以台湾现在在跟大陆的统战战中，给人感觉并不占优势。相比啊，大陆的这个面对台湾这个统战的这个队伍啊，相对来讲呢，反而啊这个手段更灵活，然后呢，相对来讲也更加自信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时势位移啊，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给人感觉双方统战过程中间的优势，不知不觉中间也发生了这种位移。但不管怎么样，我最后的观点是啊，哪怕是统战，这种交流也比不交流要好；哪怕是统战，那么这种交流也比双方的信息隔离要好。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民进党宣布让我5年之内不许去台湾，这件事情对台湾真的有利吗？没有利呀，对吧？因为我们不能去，说白了，两岸之间的这种交流本身就变成了一种隔离。当然，这里我跟大家讲一下最新的进展啊，我起诉台湾移民署的这个行政官司1审也已经败诉了。台湾的台北的最高行政法院基本上就把台湾的移民署的这个对我的裁决抄了一遍，放到了审判书上。我们呢还要继续上诉，跟台湾的移民署、跟台湾中华民国的政府打官司，因为我们就想看看啊，我们通过自己的力量啊，跟在台湾能不能寻求到制度层面的救济。我们中间的每一次经历，其实啊都是两岸交流过程中间的历史，而这个历史啊，实际上也在影响着未来的走向，不是吗？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笑得好可爱。是谁送的？不知道。路人。哦，不知道。
能啊，今天是不干习近平的老婆，要么马上就可以干。我都知道他老婆在干嘛嘛。他妈的，老子要去拍他的屁股就拍他的屁股。我们欢迎包括台湾网红在内的广大台湾同胞来大陆走走看看，饱览祖国大好河山，品尝各地特色美食。完蛋了去，我们的立场一向就这样，就是祝你顺风啊！但是不要忘记啊。在中国做直播，那个是要有一个特许。那他为什么会特许你？为什么会特许你？王菊拍片啊，我不知道哎。你说王菊是一个讲，王菊是谁啊？王菊是一个军事讲座专家。哦。拍片讲你了。我觉得好多人讲我都不知道他是谁。我以前17年、18年在 B 站很红哦。